一场战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结果？美国打了伊朗，伊朗也进行反击，导弹升空，基地遭袭，军舰进入海湾。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这可能是一场改变中东格局的大规模战争，但是之后我们发现一个不符合常理的现象：双方没有继续扩大攻击，也没有发动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战争，都喊着最强硬的口号，宣布自己取得胜利，但又都在寻找退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美国没有推翻伊朗政权，伊朗没有击败美国，那么这场战争到底谁赢了？既然美国和伊朗都获得了收益，难道美伊战争就要这么持续下去吗？如果单纯比较军事力量，恐怕3岁小孩都知道，美国和伊朗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美国有11艘核动力航母，全球数百个海外基地，而伊朗手里能打的牌只有弹道导弹、无人机、地区盟友网络。所以，如果美国真的决定发动全面战争，伊朗很难长期承受。但是，美国为什么没有这么做？这就要提到美国过去20年最大的教训了。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仅几个星期，美军就进入巴格达。但是之后呢？战争并没有结束，美国投入数万亿美元，付出大量人员伤亡，最终选择了收拾书包回家。阿富汗战争也是这样，经过美军多年的努力，掌权的从塔利班变成了塔利班。所以今天的美国非常清楚，摧毁伊朗很容易，但是管理伊朗很困难。美国最需要的不是消灭伊朗，而是控制伊朗。那伊朗呢？很多人都认为伊朗一定想报复美国，毕竟在战争刚刚开始之际，美国就已经定点清楚了他们的最高领袖和军方高层。那为什么伊朗也不想放开了打美国？原因其实也很简单，3个字：打不过。他们俩对打堪比拳王泰森对战小学生，根本没有可比性。美国导弹可以从本土出发打到伊朗，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导弹轰炸伊朗本土。那伊朗呢？退一万步来说，即便伊朗可以打到美国本土，问题是伊朗敢吗？这一点伊朗也非常清楚，美国不会选择地面战争，美国想要的就是颠覆伊朗现在的政权，扶植代理人。在战争最开始，美国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定点清除伊朗政权的反美势力。但是万万没想到，特朗普不懂伊斯兰教义，一波空袭直接让哈梅内伊以身殉道，肉身成圣了。一时之间，伊朗国内一切的内部争议、指责、分歧瞬间全部消失。万万没想到，伊朗阴差阳错得到了一个正确答案，不用想着打败美国，只要证明美国无法轻松击败自己就行了。美国这一波无异于给瞌睡的伊朗递上了枕头。对于伊朗来说，这么一场有限战争可以产生一些对他们现有政权有利的政治结果。第一，内部团结，只要外敌压境，国内的内部矛盾都会暂时搁置。这个我们可以从伊朗之前的反应中得到证明。单说2024年，从哈马斯的哈尼亚到真主党的纳斯鲁拉，再到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相继被重创。身为公认的抵抗之狐的主导力量，伊朗竟然眼看着小弟们被遭，却无动于衷。而一旦自身遭到袭击之后，伊朗立刻进行回击，并且回击的力度也和自己受伤害的程度成正比。放眼古今中外都是这个道理，对外冲突会催生民族情绪，民族凝聚力就会暴涨，反对派生存空间被压缩，执政根基直接无痛加固。第二，提高谈判价值。国际政治不是看谁喊得最响，而是看谁拥有更多的筹码。道理其实很简单，要么你上桌，要么你就是桌上的菜。对于伊朗来说，只要让美国发现战争继续升级的成本太高，那么伊朗就能获得更大的谈判空间。从现在美国和伊朗不断撕毁又重新谈的结果来看，也正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4月初，首轮短暂休战，美伊宣布临时停火。伊朗并没有实质经济资产收获，美国也只是暂停空袭，没有解除任何针对伊朗的制裁，双方属于纯战术休战。之后，美伊双方一直在讨价还价，没有签署正式文件。但比着前一次，美国稍稍松了一口，拒绝了赔偿、撤军、放开浓缩铀这3条核心条款，只愿意小幅放宽石油出口豁免。时间来到6月，双方签订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可谓是美国让步最大的一次。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美国要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所以虽然说这些协议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执行，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针对伊朗打出的牌，美国一直在妥协。第三，强化地区影响力。伊朗为什么选择花费长时间建设代理人网络？目的就是让所有试图改变中东格局的力量都必须考虑伊朗因素。开战之后，伊拉克民兵持续袭扰境内美军据点，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航运，分散美军防御精力，全方位牵制美国和他的盟友。开战初期，沙特、阿联酋还跟着美国谴责伊朗，但多轮导弹打击，海峡航运受阻后，中东王爷们立刻意识到，只要伊朗不松口，霍尔木兹、曼德2大能源通道永远无法彻底安稳。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甚至主动牵头斡旋，
多次单独和伊朗私下沟通安全协议。这一场战争反而更能证明伊朗是中东无法绕开的力量。虽然说伊朗确实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很明显，美国也并非被动吃亏，被迫成全伊朗。别的先不说，赔本的买卖特朗普会干吗？别人打仗费钱，但在他这里打仗必须赚钱。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之所以美国刻意克制战争规模，完全就是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首先，美国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全球最大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30万亿美元，并且仍在持续增长。特朗普也非常头疼，怎样降低债务带来的压力？难道只能让美联储降息吗？但是单靠降息根本堵不住这么大的债务窟窿，所以还要找其他办法补救。而这其中最有效、效果最快的就是通胀稀释债务了。简单来说，就是债务数字没有减少，但是货币购买力下降了。举个例子，10年前美国借出100美元债务可以买一部手机，而10年后美国依然偿还100美元本金，但是由于通胀，同样的100美元只能购买一个手机壳。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相当于用价值更低的钱偿还过去借来的钱。其次，中东为什么一直是全球战略核心？答案很简单，能源。石油不仅是商品，也是现代工业运行的基础，而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关键节点，每天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经过这里。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近年来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就说明任何中东危机都会迅速传导到全球市场。但是美国不一样，通过页岩油革命，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油气生产国之一，不依赖中东的能源。所以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美国能源企业会因为油价上涨获得更高利润，而日本、韩国和欧洲制造业却会因为油价上涨、成本上升，导致工业竞争力下降，这又推动了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回流，并且战争和危机会带来恐慌，而恐慌会改变资本流向。一直以来，投资风险越高，资本就越倾向美元，而美元走强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在第4次中东战争之后，石油就已经和美元绑定，美元上涨意味着石油进口国购买能源的成本又增加了，相当于花双份的钱买一份石油。所以这根本不是一场失控的战争，而是一场控制强度的交易。换句通俗的话来讲，美伊双方就是在演戏，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具体怎么演呢？不能说你对着我们本土狂轰滥炸，我看见你的船立刻发几发炮弹，这就有点玩大了。所以说，要么还得是特朗普，什么专家，什么研究员，计算什么损失，整那么复杂干什么？很简单啊，你炸我一艘船，我炸你一个发电站或者工厂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双方打完了谈，谈完了打，打完了又谈，他们赢麻了没有不知道，但肯定是赚麻了。既然美国和伊朗都可以从这场战争里各取所需，那难道就意味着美伊这种打打停停的局面会无限期持续下去？从目前来看，确实是这样。因为很明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打到现在，双方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的根本问题伊核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只会暂时停火，不会彻底停火。对于美国来说，伊核问题的核心不是伊朗有没有核弹这么简单，而是一旦伊朗有了核武器，整个中东力量平衡就会发生改变。为什么？因为中东是一个高度敏感地区，如果伊朗突破核门槛，那么其他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核选择。所以美国的目标就很明确，限制伊朗的核技术发展，特别是限制铀浓缩能力。因为铀浓缩技术是关键，低浓缩铀可以用于民用核电，高浓缩铀则可以成为核武器材料。但是很明显，伊朗不那么认为。伊朗不说自己要造核武器，也不说自己不造，只咬着发展核技术是自己的合法权利不放。所以美国就会认为伊朗拥有完整核工业能力，就存在制造核武器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美伊关系一直循环谈判、缓和、制裁、升级再谈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伊朗选择限制部分核活动，换取国际社会解除部分制裁。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协议会成为解决伊核问题的终点，但是到2018年美国退出协议并重新实施制裁，伊朗立刻逐步提高铀浓缩水平，双方重新回到对抗轨道。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双方不是没有协议，而是没有信任。所以即使美伊今天再次达成停火，也是解决现在不要继续打。伊核问题一天不解决，战争风险就一天不会消失，美伊之间就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久和平。当然，美国不是没有想过除了谈判以外的方式去解决伊核问题。根据《纽约邮报》7月25日的报道，美军曾考虑派遣海豹突击队等特种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并派一支小规模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美国军方是这么计划的：第一步，隐身战机、远程导弹先行打击伊朗核设施外围防空阵地、雷达站、山地通道，摧毁边境预警网络，进入伊朗腹地。第二步，数千陆军步兵、空降兵降落核设施周边，扫清地雷、爆炸陷阱，
在外围建立多层防御圈，隔绝伊朗革命卫队的增援路线。第3步，核心攻坚由游骑兵开路，突进隧道入口。海豹突击队深入地下工事，定位浓缩铀储存容器。21军械点专业人员完成辐射封装，装载转运。第4步，全程依托制空权搭建专属空运走廊，依靠重型运输机将全部核材料、特种部队分批撤出伊朗领土。听起来像演一部好莱坞大片，隐身战机开路，特种部队深入地下设施，夺取核材料，然后全身而退。但是现实不是演电影，如果真那么简单，美国还需要等到现在吗？1980年仅仅是解救人质的鹰爪行动，尚且遭遇沙尘暴、机械故障，而伊朗核设施分布在扎克罗斯深山地下工事，距离边境更远，山地、隧道地形复杂，一旦出现装备故障，空中支援受阻，特种部队会直接被困，很难快速撤出。现在再加上搜寻、封装、转运大量放射性浓缩铀，作业周期只会更长，暴露风险成倍提升。并且当年鹰爪行动失败后，伊朗全国反美情绪彻底爆发。如果现在游骑兵、海豹突击队深入伊朗抢夺核材料，伊朗会直接认定是全面入侵，立刻启动更严厉的打击。那么美国将陷入比当年伊拉克、阿富汗更棘手的区域大战，并且这还是在我们假设美军通过重重困难取得了行动胜利的情况下的猜测。那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呢？所以不是美国有没有能力做到，而是美国敢不敢这么做。如果美国真的采取这种行动，那么伊朗的反应远远超过一次普通报复。到那个时候，就算是各取所需，就算是互惠互赢，一旦牵扯到民族存亡上，也都不复存在了。美国也不会这么傻，现在没事来2炮，唱唱双簧还有的赚。要是真把伊朗逼急了，大家就都玩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伊之间的主动权就在伊朗手里。美国想玩，伊朗手里的牌还算牌。一旦美国打算先捉，那伊朗的牌连纸都不如。所以说，美伊之间不是不打，是缓打、慢打，有规律的打，可持续的打。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根本没有人真的想让它彻底停下来，也没有人真的想让它彻底打大。美国要的是一个打不死也别真死的伊朗，好继续当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继续让霍尔木兹海峡这根杠杆握在自己手里，随便取用。伊朗要的也不是把美国赶出中东，而是让全世界看清楚伊朗在中东这张牌桌上的位置。这场仗说白了就是2个心知肚明的对手在镜头前演了一出你来我往的戏，演给国内民众看，演给国际市场看，也演给下一轮谈判的筹码看。至于什么时候结束，他们自己都没想好。那么你觉得这场控制的刚刚好的冲突，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重新回来？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